What can I see in this photograph? The details lie beneath a haze of scratches. Dark layers of ice gather in the bottom left. A vague backdrop extends across the frame. The central figure stares into an unknown distance. A second copy has the look of sandpaper. Yet somehow, the background becomes clearer, revealing a frozen surface. Everything else is obscured, but his shadow strengthens. The final picture is almost a blank canvas. Blurred edges diminish his appearance. The lack of focus shows me this: a lonely figure, lost in a white expanse that overwhelms him. He is my great-uncle, a rusticated youth from Chongming Island near Shanghai. His story lies somewhere within these faded images.1969年11月离开家乡，插队落户，当知识青年。那时候我们说是说中学，几乎没读什么书，一页书翻过去的，讲到一个定理呢，前面有好多马克思列宁的语录、毛主席的语录。正好碰上文化大革命，国家要搞得很乱的时候。那突然有一天说我们可以不读书了，可以去下乡去了，哎，都觉得挺好。那时候也不知道知识的重要性，觉得冲在外面的世界好像很精彩，就是这样的。正式开的以前的20分钟或者30分钟，突然这个站台上电铃哇就开始响了。没有一个不哭的，大人怎么舍得让他一个人到这么荒凉、这么远的、这么艰苦的环境中去呢？好多家长啊，就追着车子啊喊孩子的小名啊，但是没办法，火车越开越快，越开越快，终于都看不着了。He traveled for 3 days to a village called Xinshuguang. Cities had been plagued by violence from a student group called the Red Guards, intent on crushing all signs of China's pre-communist past. Having first guided them, Chairman Mao soon needed to stop their attacks. His solution? Send 17 million youths to the countryside with no promise of return. They would be re-educated by hard-working peasants in rural poverty. Some went to nearby farmland. Others from big cities like Shanghai had to go further. My great-uncle was sent to the far north on the Siberian border. I join him on a return journey to learn more.我们下来一看，已经下过大雪了。一看都是草房，这么破，很破很破，稍微有一点这个打错。但是当时还没想到这个这么远，一个人出去，一共日户境还没过去。咱们这还是大地铺，这里真是故土重游啊！哎，这一溜以前就是我们知青的宿舍。
但是这个房子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的之前宿舍就是在这一层六，就是。哎，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宿舍，以前我们住在这里，连窗子都在窗子。对。这多少年了？这家伙40多年了。哎呀，我到那里先去看看他家。我是觉得是王凤俊的这。我是觉得是王凤俊啊。哎呀，人胖了啊！胖了哈。真胖。说现在你结婚吧。我到老白那里去一下。说现在还是拉二胡什么的。拉。我今天住在这里住一宿。什么时候我们一起玩？有笛子有没有？笛子有没有？有。我们一起玩玩，一起玩玩。我提一下杯吧。OK。哎，这么多年，真是我体现了这个我们老朋友的情绪，对吧？我17岁到这里来的，26岁回去，9年人生的最好的时间在这里度过的。而且我看到大家呢，大概经常看到、经常思念的样子，关系啊，还是这个样子。恐怕这种样子从年纪轻的时候就深深的印在脑海里了。有个男同学他喝酒啊，别笑，喝茶喝水。来了。这个解放以前，这是最高级的喝酒了。最高级的喝酒就是那个吹唱的喝的酒。对吧？解放以前，咱们说他吹得好，喝得好，咱们不敢给他那个时候是要将军以上的，有这个条件。他什么都有。放人了，这个。好，准备好。1、2、3。哎呀，真不容易！这么40年前，我就找这块石头。好的，谢谢。你应该拍全身的吧？拍全身吧？要拍全身的。我那次是全身的。拍全身的。你把脚也拍到的。好的，好。1、2、3。在这9年里面，生活上很艰苦，干活的劳动强度很大，每天2点钟多一点，那么生产队长啊或者大队支部书记就喊起床了，起来了，下地了。咱扛了锄的走5、6里的路，7、8里地，一边打瞌睡，跌跌撞撞的从山路上走过去到地里干活。冬天啊，黑龙江零下40度啊，冻土冻得这么厉害啊，也要把它刨开，镐头刨下去也有火星的。我记得最冷的时候呢，好多人干得满头大汗，棉袄脱了，里边的球衣也脱了，穿就是一个衬衫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越来越想家了，这个。那么我们下乡以后呢，一直只有一个口号：扎根农村一辈子，扎根边疆一辈子。扎根啊，就是好像一棵树扎在根里边不出来了就。但是心里边潜意识里的很反感的，为什么要叫我们在这一辈子呢？现实当中，特别那几年是，假如谁有这个思想想回去或者是不安心的，会扣上一个帽子。不安心农村，不安心插队落户。潜意识里总是想将来会回去的，从来没有真正想过
好了，算了，这辈子就在农村嘛，好了，也没有别的想头了，就在这个农村，成个家，安个家，一辈子当农民嘛，好了。安坤水果蔬菜超市，欢迎顾客朋友进店选购。那么现在呢，国家的政治呢，经济呢上去了，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很高了。我昨天还看到一个帖子，说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什么呢？现在腐化贪污的情况很多。你怀念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你一个人一个月就1斤猪肉。你家里那时候一个人不满6平方米的房子，毛泽东时代的时候都一样，你就是卫生部部长、国家主席，你报多少，我们老百姓都报多少，多多少，对吧？拿一张金账单往那一交，你不用花钱。那时候中国多穷，那时候我上班的时候就说，算一笔账，这辈子挣的工资不吃不喝干到死，能买台北京吉普。就那种情况下看病不花钱。现在最富的人家是不在乎，什么病不花钱。陪着他，我就喝点水吧。哎呦，哟，太满了，不敢，头一样。哎呦，什么哥呀这是？这姚哥嘛，姚大哥嘛，来这。现在这个状态像20多岁。小杨这个也有度数的，10几度的哟。那个玩意儿是喝水的。这我们黑喝那个。哎呀，上个礼拜我灌多了。哎。就是看看这五爷的妈妈，五爷的妈妈，那是对我很好的那时候，家里烧的好吃的都叫过来。季志浩，你知道吗？知道的。要不我背我奶奶上那个床待会儿？这个就是看不着了。哦，啥也看不见了。白天再过来。这个看不着。妈。啊。赵哥就跟你儿子一样。对。是吧？啊。赵哥就跟你儿子一样。对。90多了，精神状态还行。啊，不错不错，93岁，哎，清楚了，而且他知道季志浩，他也知道，对吧？对啊。能叫上名了。那让他休息了，要么。他不休息，他要干啥？他就是你又不是季志浩。对，季志浩。上海青年，上海青年。我上海青年。季志浩啊。当老师的。我说我那个中午就出去了，晚上就出去了，我得陪他。季志浩，你忘了季志浩？那时候我也到你家吃饭的。在新曙光的时候，你家做的好了，都是叫我的。还岁数大了，稍微脑子。我知道。那大年你休息，
你好好休息休息，把身体养得好好的。长命百岁，实际上不是长命百岁，93岁，100岁才7年，120，你活下去，我下次再来看你，好吧？好的啊。哥，老婆也好，谁也好。妈，你放心吧，好好待着啊。哎呀，我就想年纪啊，这个年纪真不容易。哎呀，和一年年纪不一样了。09年来的时候很灵的。叫你什么名什么干啥？好好使。哥，没关系。唉，我看他这个年纪，现在眼睛也看不清。和他说话，虽然他说起来我知道，其实我知道他不一定很清楚。没办法，是不哥？所以我刚才你说白天慢晨课，你说他也要死。这里就是我下乡地新曙光的后山。当年我们1969年下乡的时候呢，这里都是光秃秃的一片，像丘陵一样的。这些树呢，都是我们栽的，那是很小的。像这么大，这么粗，现在你看长成参天大树了。1978年的11月份回原籍的。我父亲呢去世的早。我妈妈呢是在我下乡的第2年去世的，没有亲人在这个崇明的。但是这段经历实在太艰苦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逃离它。回去以后，一开始呢，通信也是很多的通信。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联系就少了。村子里呢，熟悉的人啊越来越少了。好，再见啊，大家身体健康。After waves of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ended re-education. A few stayed on, but most went home to begin their lives again. I returned to 3 images which first captured my attention. Each one has its own truth. Together, they become clear. 看这个年轻的照片呢，心里呢觉得很感慨。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就这样没有任何作为的
就度过了。我们是心里边呢，是永远这个无法挽回的一种痛，一种永远无法挽回的痛。